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咱们今天先来玩个游戏啊。我呢来描述一条十几20年前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的广告，大家来猜猜看是哪个啊？这广告的背景呢是黑压压的乌云，时不时来点电闪雷鸣的特效。一身黄色球衣的巴西球王英姿飒爽，熟练的来了几个颠球头球，又来了个经典的射门动作，然后就看见那颗足球飞着飞着，突然间就从圆形变成了方形，化身为一个小盒子。这个小盒子装的呢，就是那个产品。来，让我们大声说出它的名字。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广西金嗓子。虽然这个广告全是低劣的绿幕抠图，情节呢也尬得让人看了脚趾抠地。为什么踢球会跟保护嗓子扯上关系呢？这个跨界程度不亚于是孙悟空大战哥斯拉，马斯克去卖茶叶蛋可哪怕是如此画风诡异，特效廉价，却架不住当时罗纳尔多的名气，那是如日中天不仅刚刚带领巴西队赢得了日韩世界杯，还接连夺得了世界足球先生、欧洲金球奖、金靴奖等多个重量级奖项，被誉为贝利和马拉多纳之后这个地球上最会踢球的男人。换句话来说以他当时的名气和号召力，就算代言的是路边的一坨翔，也有人会把它喷上金粉，装在精美的盒子里，包装成高档巧克力。而比起动辄几百上千的耐克球鞋、正版球衣，几块钱一盒的金嗓子喉片，简直是瞬间拉近了球迷和偶像间的距离就连那个手拿金嗓子的同款拍照姿势，也曾经是风靡一时，多少大叔因此留下了相片黑历史不仅是在中国球迷之间圈了一大笔钱，罗纳尔多的这张脸也帮金嗓子打开了海外市场。比如在头上一块布，天下我最富的中东，很多人压根就不知道这盒子里头装的是啥，但是呢，一看见球王那张憨厚的笑脸，就毫不犹豫地张口吃了下去，然后就被那一股子清凉感所折服，成箱成箱的往家里搬因此金嗓子喉宝的董事长江佩珍在多年后参加中国品牌年度峰会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感慨说，有人经常问我，那么多钱请罗纳尔多值不值得？我觉得还是值得的。而他口中的这个很多钱后来被曝光其实只有30万美元，这就让人想不通了。要知道当时罗纳尔多的名气和身价，广告代言至少是500万欧元起步的，而且基本上都是耐克百事可乐这样的大品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润喉片，花30万就让他代言了整整4年，就好像是你用电动3轮车的价格买了辆法拉利。可是呢，在江佩珍眼里，哪怕是这点钱都算花多了。他回忆说当时罗纳尔多不仅和他合影留念，一桌吃饭还亲切地叫他中国妈妈。当时的气氛如此到位，哪怕就是1分钱都不给，人家大罗也会乖乖地拍广告。换而言之就是这都叫上妈了，谈钱多伤感情呢。我也就是看这大干儿子实在太听话懂事儿，最后临走给他包了个30万美元的红包而已。可是这事儿在另一个中国企业家的描述中却截然不同。用他的原话说就是罗纳尔多在回忆起和江佩珍的交往时呢，非常生气，站起来把自己坐的椅子给提了起来，啪的一声摔到了屋外头。那同一个饭局，一方眉开眼笑赚得盆满钵满，而另一方则是怒发冲冠，恨得咬牙切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两极的用户体验呢？也许这要从两个人的背景和人生历练说起。金嗓子的掌门人江老太1946年出生于广西贵港平南县，因为家境贫寒，13岁的时候就进入柳州市糖果二厂当起了学徒。尽管学历不高但他凭借脑子聪明和善于观察，改进了流水线的包装程序，简简单单几项优化就让厂里的效率翻了1倍。刚刚18岁的他就在工人们的推举中当上了副厂长，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姑娘厂长。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江佩珍呢也成为了第一批前往欧洲考察的中国企业家。在品尝了一圈瑞士巧克力、法式甜点、意大利冰淇淋之后呢，他果断地用进口设备对厂里进行了大换血，生产出了全国第1块果酱夹心糖、花生巧克力，以及80后小伙伴们逢年过节才能来一颗的酒心巧克力。随着厂子越做越大，钱呢越赚越多，江佩珍也从当年的江小妹成了工人们口中的江老娘。就是我的经验就是社会
需要的，国家需要的，我们就要围绕的这个需要来进行研究和生产。所以呢，做的产品它就能够成功，人家就会接受你，消费者就爱你，喜欢你，有目标啊，有志向。按照这个剧本走向呢，也许江佩珍会成为一个现实版本的威利旺卡，甜甜蜜蜜的过一辈子。可是不出意外的还是出了意外。1992年，随着国内各大糖厂竞争日趋激烈，原材料成本大幅上涨，偏偏这个时候呢，来自台湾的徐福记和美国的德福巧克力也进入了大陆。在两大巨头的夹击下，曾经稀罕的酒心巧克力，从先前的送礼年货、婚礼喜糖，变成了论斤卖的便宜散装货。江佩珍的厂子也从年产值近1000万的龙头老大，迅速跌落到销售额不到200万的谷底，眼看着员工的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于是就有人跟他提议说，搞高科技产品是一条出路。先不说糖果这玩意儿哪来的什么高科技啊，但凡有那么一点科技含量的产品呢，都必须要产学研相结合。这对江佩珍来说简直是难于登天啊！可是面临厂子的生死存亡，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拿出了几万块积蓄，只身前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参加了学校1年1度的科研成果展示会，希望能从里面捡个现成的产品。结果他一眼就相中了正在进行中成药研发的王耀发教授。主要原因是这名字也起得太好了吧，要发要发，你不发财谁发财？他上前对王教授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我从来没有进过大学的校门，今天算是实现了我的梦想。而我的下一个梦想呢，就是能够跟您拜师学艺。好家伙，这堂堂一个大厂的厂长，态度竟然如此的谦恭，让王教授也有点受宠若惊。随后两人更是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一路从展会聊到了大饭店的酒桌上。喝得有点上头的王教授从随身携带的一本书中抽出一张纸，说，这上面写的是我正在研制的一个专治慢性咽喉炎的中药配方，既然跟江老娘如此投缘，就干脆送给你作为见面礼好了。就是拿着这张薄薄的纸片，江佩珍激动的手发抖。他有种预感，这个就是他一直寻觅的翻身契机呀。由于原方中药味过浓，吃起来让人苦得皱眉，于是呢，他利用多年开糖厂的经验，往里面加入了大量的糖、甘草、薄荷，又调整了一下原来的比例，最后变成了一款甜丝丝、凉冰冰的润喉糖，起名为金嗓子喉宝。为了表明转型的决心呢，江佩珍带头砸烂了厂里头原来的锅炉和设备，号召所有的工人集资，一顿操作猛如虎，终于在1993年底生产出了第1盒金嗓子喉宝，并且在1年后将原来的糖果厂更名为制药厂。江佩珍也从一个糖果厂厂长变成了药厂厂长。这儿要多说一句可能很多人像我一样，从来都没分清楚过金嗓子喉片和金嗓子喉宝的区别，因为这俩名字起得如同李逵李鬼，包装上也差不多。但其实这个金嗓子喉片贴的呢是 OTC 标志的药物，里面不仅包含多种中药成分，还加入了3种氯胺类消毒杀菌的西药，属于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的，并且过量会引发严重的副作用。而金嗓子喉宝呢，则是一个标有糖果字样的润喉糖，划分在了食品类。换句话说，就是前者是能治病的药，后者纯属安慰剂。而江佩珍为什么要搞出这俩神似形也似的双胞胎产品呢？其实这才真正显示了他的聪明才智。因为呢，起个差不多的名儿，可以让本来有咽喉炎的人有种喉片并不是药的错觉，可以多吃常吃，有病治病，没病预防。而那些普通消费者呢，则会觉得喉宝比润喉糖吃的更健康，更有逼格哪怕是多花点钱也是值得的嘛。这样一来既提高了药品类的销量，又提高了食品类的价格，简直是秦始皇摸电门，赢麻了呀。另一个独树一帜的营销手法呢，则体现在了金嗓子系列的包装上。为了给消费者一种这是个100年老字号的安心感，也是为了报答王耀发教授免费送配方的大恩大德更是为了借他名字里的好彩头，
江佩珍啊，仿照当时风靡东南亚地区的红花油包装，把王教授的头像给印到了盒子上。只是不知道为啥，最后偏偏挑了这张黑白的大头照，怎么看都带着浓浓的遗像风。也不知道身体倍儿棒的王教授看了作何感想啊？对了，多年后啊，可能是江佩珍也觉得这张照片看着晦气，所以在换新包装的时候呢，就换成了自己的彩照。这次改版还让江佩珍跟恩人王耀发反目成仇了啊！这是后话，咱们会细说。话说啊，江佩珍在正式推出了金嗓子系列之后，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宣传攻势。他用的手法也非常简单粗暴啊，直接用钱砸。1995年呢，他豪掷500万，在央视的黄金时段买下了30秒的广告位。这什么概念呢？要知道那个年代，北京的平均房价还不到2000块一平，1万块的购买力至少相当于现在的30万。也就是说啊，如果放到现在，他的金嗓子广告投入能有1个多亿，这样子的宣传费用，只怕是马云看了都要抖3抖吧。保护嗓子，请选用金嗓子喉宝，广西金嗓子。如此重金砸钱带来的收效当然也非常可观。到了1996年呢，那句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宝的广告词啊，可谓是家喻户晓，集团全年营收超过1个亿。在完成了这个小目标之后呢，江佩珍更是将目光放到了更大的广告咖位上，而当时如日中天的巴西球王罗纳尔多就这样成为了他的下一个目标。和江佩珍18岁当厂长一样，罗纳尔多呢也是年少时就走上了人生巅峰。1994年美国世界杯，17岁的他就代表巴西国家队出战，成为了队里最年轻的球员。尽管作为替补他1分钟没上场，但架不住队友实在是给力，也让他躺赢了大力神杯。4年后呢，他作为主力再战世界杯，尽管在决赛中败给了东道主法国队，但是最后还是获得了金球奖。然后就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了，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不仅是一路过关斩将再次夺冠，而且呢还以8个入球拿下了世界杯的金靴奖。 ficha realmente caiu no dia seguinte quando a gente parava, olhava pro outro e dizia somos campeões do mundo, aliás, pentacampeões do mundo. Então, acho que no dia seguinte ficou mais claro na nossa cabeça o que tínhamos acabado de fazer. 不过命运是公平的，在罗纳尔多把天赋点全部加在足球上以后啊，别的方面似乎就有点余额不足了，比如说这个情商和智商。据说啊，当年他17岁的时候，第一次随队前往美国比赛，就被这个花花世界迷得神魂颠倒。于是多年以后，当他功成身就，兜里有钱了之后，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要圆儿时的梦想，在美国买房。于是他就在自己经纪人的陪同下，相中了佛罗里达的一处海景豪宅，大手一挥，豪爽的全款买下。之后每年都会抽空来此小住一下。结果呢，他享受了几年后，想要卖掉换成更好的豪宅的时候，才吃惊的发现，这房本上的名字根本就不是他自己。原来啊，他当年遇到的是一个利欲熏心的经纪人，利用文件翻译上的漏洞骗他签的呀，其实是一个租房合同。而黑心经纪则拿着罗纳尔多打过来的巨款，以自己的名义买下了这栋豪宅，美滋滋的当起了房东。罗纳尔多呢，就这么傻乎乎的住了这些年，浑然不知道自己其实是住在别人家里。如果说从房主变房客还只是让他经济上蒙受了几百万美元的损失，那么2008年那起著名的人妖丑闻则完全可以说是伤害性很大，但侮辱性更高。咋回事呢？那个时候啊，他因为膝盖的韧带断裂，回到了巴西里约热内卢养伤，结果被一群狐朋狗友怂恿着去一间夜店 happy。结果刚坐下没多久，就有个身材火辣的金发美女主动过来搭讪。罗纳尔多呢，虽说是踢球的那条腿伤了，但另一条腿好得很。一来二去啊，两个人就干柴烈火打得火热，就近找了个汽车旅馆，要大战300回合。结果正要渐入佳境呢，大罗伸手一摸，嘿，这美女胯下居然也有同款。这个意外发现啊，让他的酒劲顿时醒了大半。可是好不容易勾搭上这么一个金主，美女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呢？于是他信誓旦旦地表示，你别着急啊，我这就打电话叫我的2个好姐妹过来，你放心，她俩绝对是原装。一听这话，罗纳尔多还真就不走了，美滋滋的去浴室洗澡，
想着这一夜居然还能买1送2，真的是值了。结果啊，当他从浴室走出来的时候，定睛一看，当场石化。那俩好姐妹呢，尽管也是浓妆艳抹，长发披肩，但靠近了仔细一瞅啊，脸上有胡茬，脖子有喉结，都不用脱衣服验明正身了，就知道这胯下也是有活的呀。于是啊，他当时就要以货不对版为理由发起退货请求，结果却被3人直接拿下。你别看他们千娇百媚啊，实际上都是身体强壮的大老爷们儿。罗纳尔多是双拳敌不过3枪啊，只能认怂，同意向他们每人支付500欧元。就这还不满足呢，最开始的那位啊，就开始得寸进尺的要求2万欧元的封口费，如果不给，就要去警察那儿举报罗纳尔多。这样明晃晃的敲诈让罗纳尔多直接炸毛啊！可是他没想到的是啊，美女之前趁他洗澡的功夫偷到了他衣兜里的驾照，转头就找到媒体去曝光了此事。这下好了，球王和3个人妖玩4P还赖账啊！这个新闻就迅速登上了巴西和欧洲各家的媒体头条。一时间他不仅是名声扫地，被俱乐部解约，已经订婚的女友呢也离他而去。甚至就连成人行业啊，也蹭起了这个丑闻的热度，拍了一个叫做《大罗我的第一次》这么个小电影，找了个身材长相都神似男主的人，穿着巴西国家队的球衣，跟火辣美女啊不可描述。这一番操作下来，直接让他成为了体坛大冤种。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明明当时一起随皇马去中国的还有法国球星齐达内啊和英国巨星贝克汉姆，可是江佩珍却偏偏选中了憨憨的罗纳尔多作为目标。那是2003年的夏天，在皇马表演赛的前一天，球队因为天气炎热，临时取消了去故宫的行程，而罗纳尔多呢，则悄悄地带着翻译离开了宾馆。当时媒体对此的报道是，他是去见一个多年未见的好友了，而这个所谓的好友其实就是江佩珍，他已经在一间私人俱乐部摆好了酒席，要宴请球王。江佩珍后来自己说啊，他是通过了一个中间人给罗纳尔多递话，说是有一个中国企业家是他的铁杆球迷，想请他吃个饭，前后啊最多不会超过1小时，而他可以拿到30万的出场费。这种场合啊，对于大罗来说并不是第一次了，露个脸合个影嘛，再签个名，轻轻松松几十万就能到账。于是啊，他一口就答应了下来，并且还暗自感慨对方实在是人傻钱多。但是殊不知，最高端的猎手往往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的。罗纳尔多这边刚一进门，就被迎面而来的大阵仗吓了一跳，好几个小朋友上来献花啊，后面站着的呢是一脸慈祥笑容的江佩珍。他通过翻译告诉罗纳尔多，自己在家乡广西啊开办了一个足球学校，专门给那些孤儿圆他们的足球梦。这让从小在贫民窟里长大的罗纳尔多莫名的感动啊，毫不犹豫的就套上了那件山寨版的黄色球衣，在孩子们的簇拥下露出了招牌式的憨憨笑容。之后呢，罗纳尔多更是被江佩珍一通劝酒加吹捧，江佩珍亲热的叫他乖仔，而已经被捧得上了头的罗纳尔多呢，也改口叫他中国妈妈。而且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他还毫无防备的吃了3次金嗓子，还说啊，这糖吃了蛮好，口不干，水都喝得少了。眼见着火候已到啊，江佩珍提出，不然啊，你给我们表演一下球技吧，让我这个当妈的也开开眼。盛情难却的罗纳尔多呢，于是真的就表演了头球、颠球、凌空抽射等一系列的招牌动作，全然没注意到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换成了绿幕啊。做完这一套动作之后呢，江佩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一盒金嗓子喉片塞到了他手里，然后啊，旁边的摄影师拿着相机就要拍照。这个时候罗纳尔多再是个铁憨憨，也终于起了疑心啊。他问，你是不是要来找我当代言人啊？结果张佩珍赶紧说，哎，当然不是啊，是照片上的这个老先生，你看他已经去世了，你这也算变相的和他合个影，算是了了他的遗愿。王耀发教授这个时候啊，估计喷嚏都快打晕了。你才遗愿，你们全家都有遗愿。而罗纳尔多直到后来被奔驰车送回酒店，才猛然想起，说好的烤鸭呢？我好像前后就只吃了几颗糖啊。看到那30万的确是到账了，他心里也算平复了一点。当一个小时的干儿子就能挣这么多钱，好像也还是挺值的。但是啊，他万万没想到啊，
拍下来的那些照片和视频被抠图下来，做成了那个雷人的金嗓子广告，在中国的各家电视台滚动播出。直到2005年，又有个中国企业想要跟罗纳尔多谈代言，无意中说起那条红遍了大江南北的广告。看到球王一脸懵逼，前来洽谈的老总干脆摸出手机放给他看。结果球王直接气炸，当着所有人的面就上演了先前的摔椅子的一幕，嘴里头还不停地用葡萄牙语骂着脏话。这种感觉类似于一个朋友故意把你的照片P 得很丑，发到自己朋友圈，然后呢把你分到了不可见的组里，而且一放好几年，有10几亿人天天看。罗纳尔多当场就打电话给律师，要跟金嗓子打官司，索赔欧元1000万，还要把播放的最多的央视一起告了。但是律师却跟他说，这种跨国维权成本很高不说，就算赢了也不一定能拿到赔偿，而且搞不好人家金嗓子正等着你来告呢，妥妥的2次宣传给他们拉流量啊。正当他还在考虑是不是要跟金嗓子撕个鱼死网破之时，江佩珍居然主动找上门来，一通赔礼道歉不说，还送来了50万欧元的赔偿金。当年的事的确做得不厚道，但现在呢，他一定要走正规程序，跟罗纳尔多先生正式签约，很快会奉上1000万欧元的合同，让他真正成为金嗓子的代言人。一听这话罗纳尔多气儿消了不少。毕竟这世上没有谁会和钱过不去只要价钱给得够高，什么都好谈。结果呢，他左等右等，却等来了金嗓子正式签约另一位巴西球星卡卡成为代言人的消息。不仅是费用高达1450万，还专门将他接到广西拍摄新一轮的广告，并且依然是江佩珍最喜欢的小县城影楼风。这套操作就好比一个渣男白睡了一个姑娘好几年，然后扭头就娶了同村的小芳。这番始乱终弃的做法让很多国内媒体都看不下去了。一时间金嗓子骗球王的事儿风靡一时，以至于江佩珍在2015年香港上市的时候，那个震撼全场的敲锣姿势被 P 成了网络爆款的梗图，流传至今。3、2、1。也就是在同一时间，江佩珍决定换掉使用了20多年的王耀发教授的头像，把自己的照片给放了上去，成为了老干妈之后又一个登上品牌包装 C 位的女人。他俩，一个让你的喉咙燃烧起来，一个又让它凉下去，活脱脱的冰火2重天套餐不过这个做法呢，也引来了王耀发教授的不满。当初在他把配方无偿转让后呢，哪怕是给江佩珍带来了上亿的利润，也没分给王教授1分钱。本来他还能自我安慰，说至少自己还能被千家万户所熟知，辛苦研发的方子也算是造福人类了。现在可好，不仅是利从来就没见着，名眼看着也没了。这已经不是过河拆桥这么简单了，简直是要把桥墩子也给抱走的节奏于是呢，他将江佩珍告上了法庭。不过后来这个案子就没有下文了。有报道说是江佩珍出了一笔钱让王教授撤诉，但是也有说法是他通过给华东师范大学捐款的名义，通过校方向王教授施压。个人觉得后者的可能性略大，毕竟江佩珍可是个连球王都要坑的狠角色，王教授一介书生根本就甭想斗过他。为了进一步拓宽市场呢，也是为了和王教授进行彻底的切割，江佩珍之后推出了一系列的新产品，其中还包括了一款速溶颗粒冲剂，号称能够治腹泻、便秘、2型糖尿病，还能治帕金森和老年痴呆呢。估计这次给他送配方的是太上老君。比较雷人的是这款神药的名字叫做金嗓子长保，愣是把上下2门贯通到了一起，实在是让人失去了往嘴里头放的兴致。结果不仅是这款售价高达600人民币一盒的长保完全卖不出去，还连累了拳头产品金嗓子喉宝的销量大减。不甘心的江佩珍后来又推出了心宝、肾宝等等一系列产品，结果全都惨淡收场。江佩珍也因此成为了人们眼中的活宝。最后他又进军饮料界，推出了一款金嗓子草本饮料。而这款产品的味道引用百度百科上一个高赞回答，就是一股子馊水味，若有若无的甜，莫名其妙的酸，喝完嘴里还会冒出薄荷味，一口下去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如果非要给这个饮料写一句广告词儿，那应该是恨一个人就请他喝金嗓子。
在新品开发屡战屡败的背景下呢，金嗓子集团的股价也一路狂跌，从开始的50亿港元到后来11亿港元，跌幅超过80%，低于当初的 IPO 发行价。事到如今，江佩珍依然不认输，他又祭出了当年发家时候的法宝，花巨资投放广告。他呢与星空传媒签订了总价为8000万元的广告代理合同，在盖世英雄、蒙面歌王等一系列火热的综艺节目中投放广告。但是消费者早都过了看广告买东西的时代了，又贵啊，还难喝，你就是把天王老子请来代言都没用。眼见着这次大手笔的广告投放不仅没能让销量起飞，反而一头扎进了粪坑，江佩珍便以收视率不达标为理由，拖欠了对方5167万的广告费。于是星空传媒一路将金嗓子告上法庭。在艰难撕扯了1年半之后法院判处金嗓子败诉，不仅要支付拖欠的广告费，还要附加500万人民币的诉讼费用以及利息。可是即便如此呢，江佩珍也拒不执行，彻底当起了老赖，要钱没有，要命不给的撒泼打滚。2019年9月，江佩珍被正式列为失信人员，并且被限制出境。在法院公布的文件中明确写着，他有履行能力，但是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确定义务。至此他终于完成了从江小妹到江厂长，再到江老娘，最后到江老赖的人生转变。感慨他这一生波澜起伏之余也让人对他的鼠目寸光、脸皮奇厚是刮目相看。咱们再说说故事里的另一个主人公从球场上的翩翩少年到世界球王，最后因为身材发福被球迷戏称作肥罗的罗纳尔多。您别看他憨憨的，被人各种坑蒙拐骗，但是他后来的人生经历却真的印证了什么叫做傻人有傻福。先是那个当年把他坑苦了的巴西人妖美女，他从罗纳尔多丑闻事件中赚的是盆满钵满，但是在1年后就死于艾滋病引发的大脑感染。而在关键时刻管住了自己裤裆的罗纳尔多却因此逃过一劫。2011年呢，罗纳尔多因为甲状腺疾病退役之后，他成立了一家叫做 NAI 的体育经纪公司，主要的目的是帮助那些处在职业生涯鼎盛时期的运动员合理的管理财富，避免将来退役后落入贫困的境遇。用他的话来说自己这辈子被骗被坑无数次，所以他要做的是把这些坑给填平了，免得后面的人继续掉下去。凭着这股子真诚和他的体坛号召力吸引了包括球星内马尔、法尔考、F1 车手巴里切罗等一众明星成为他的客户。本来是一个公益项目，却在短短的1年多为他实现了盈利1500万美元。之后呢，他又投入了3000万欧元，买下了西班牙一家乙级足球俱乐部。为了让钱包不鼓的球迷也能进场看球，他就推出了第2张球票仅需5块钱的计划，成功的让负债累累的球队扭亏为盈了，还一举晋级了西甲。而他呢，也在2015年和2017年2次来到中国。与上次莫名其妙被姜老太骗去拍广告不同他这次是为了给自己的足球学校剪彩。这2所分别位于北京和四川的足球学校不仅有专门的巴西足球教练，还邀请了罗伯特·卡洛斯等名宿客串授课。可以说罗纳尔多为了中国足球这个阿斗也真的是做到了以德报怨。胖胖的罗纳尔多依然在孩子们的簇拥下再次露出招牌式的憨憨笑容，让人不免想起了那个同样傻傻的但是同样令人感动的阿甘。而他和江佩珍的人生对比呢，也算是应了《阿甘正传》中那句台词儿：一个人真正需要的财富就那么一点点，其余的都是用来炫耀的。感谢收看 M2 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支持我们一下。咱们下期再见。